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自己在家里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早期察觉出来骨头可能变康了的信号呢？有的，有2个非常直观的身体信号，值得所有人这个警惕，就是你的身高是否比去年或者比年轻时，是不是降低了，就是下降了，超过3厘米，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第一就是身高变矮，如果测量发现比年轻时或者是比1年前相比，身高降低了超过3个厘米，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危险信号。第二就是出现这个驼背或者不明原因的一些慢性腰背痛，这也可能是脊柱椎体发生了微小的这种叫压缩性骨折导致的脊柱变形。如果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我都比较建议去医院进行专门的一个检查。此外，这个国际上通用的1分钟骨质疏松风险测试也包含这10个简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自查。刘主任，您看看您刚刚总结的这5类人群和咱们观众朋友们在家可以自测的方式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或者家人是否在这其中。这里呢，我想特别的强调一下身高变矮这个信号，如果发现比年轻时矮了超过3厘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报。那如果说怀疑自己有问题，去医院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明确诊断呢？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临床上这个诊疗过程中这骨质疏松的一个诊断流程吧。脆性骨折，低能量骨折，如果来了个病人以骨折住院的，尤其是个老年人，就是因为一个轻微的一个摔跤就骨折了。常见就是部位就我上次讲到了一个髋部骨折，老百姓常说的大胯轴折了，这类患者可以直接就可以诊断为骨质疏松症，甚至达到这个重度骨质疏松症。其实还有个检查，就是骨密度检查 ，CT 或者是这个X 检查，里边有个数值，CT 值小于这个-2.5，只要看到这个报告单写的这类字样，就可以就是骨质疏松了。还有个就比较是现在比较金标准的一个，就是也是 X 线吧，叫双能 X 线吸收法。这个也是个检查的一个诊断标准，到医院这个大夫还会给开这些检查。如果想进一步的判断，实验室检查啦、抽血化验啦、化验一些这个血钙啦、血的一些激素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骨转化生物标志物。但是这些化验检查吧，主要是检查这个用药后的一个疗效评价。所以呢，诊断骨质疏松，一个是看有没有发生脆性骨折，也就是说轻轻一摔就骨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仪器来测量咱们的骨密度，特别是像您刚提到的双能 X 线检查，是目前国际公认的金标准。那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具体该怎么预防让骨头老得慢一些呢？您看您有没有一个总体的策略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对，这就需要这个着重讲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预防策略。为什么把它说成一个策略呢？因为我们想要有效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需要从一个心理上、方法上科学计划全面的去实施，这样才能这个事半功倍吧。骨质疏松其实是可防可治的一个慢性病，人的各个年龄阶段都应该注重这个骨质疏松的预防。婴幼儿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与成年后骨质疏松的发生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预防骨质疏松症应该从儿童期开始。这个人类的骨量在这个35岁之前达到这个个人那个最高分，35岁以后骨量会逐年的降低。所以预防骨质疏松就是让我们的骨量降低的慢一些，就像我们下坡要慢一些，不至于出现危险一样。就像两个抛物线，一个很陡峭，一个很缓慢的抛物线一样。这个是未加预防措施的骨量走形。加了预防的骨量走形呢，它就
这个陡坡就比较慢。就这样吧。您刚才这个比喻啊，太直观了。预防的本质呢，就是在我们骨量到达了峰值之后，想办法呢，让这条下降的曲线变得更加的平缓。这样呢，我们到了老年，我们依然能够保持相对强健的骨骼。那在具体执行的层面上，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容易忽略或者做错的关键点呢？这块内容啊比较多，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多，为了让大家听得懂，听得简单，我讲重要的说说。我先从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预防的这个基础措施说起。首先就要调整一个生活方式，增强一个自信心吧。我就特别强调2点吧，这是在我临床工作中一个经验。比如说我的一些病友会常常问，刘大夫，你老说晒太阳，我也晒了，怎么也不管用啊？其实啊，晒太阳也是有讲究的，不是暴晒，也不是晒得越久越好，要科学的晒太阳。大家记住这几点就行了。时间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之间，这段时间阳光中紫外线比例较高，效率更高。传统观念中这个避开正午，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晒伤。但对于这个合成这个维生素 D 来说，正午前后其实更有效。时长原则是短时多次，四肢暴露如这个穿短袖的短裤的情况下，晒10到20分钟就可以。皮肤白点的白皙的这个时间可以短点，就是肤色较深的人需要稍长。以皮肤这个微微发热不发红，不感到这个就是烧灼痛为度吧。手臂了、腿部了、后背是理想的一个部位，但不能隔玻璃。在室内这种隔着玻璃晒太阳，对这个合成这个维生素 D 几乎是无效的，只能保暖。刘医生，您刚刚提到了说维生素 D， 能不能给我们老百姓讲一下它有什么作用呢？问得好。维生素 D 是钙的这个搬运工和指挥官。没有它吃进去的钙，就很难被咱们的这个肠道就是吸收，也无法顺利的就是沉积到这个骨骼上。所以补钙必须和维生素 D 同步进行。这个指南推荐50岁以上的这个成人每日应补充800到1200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尤其是维生素 D3。所以获取这个维生素 D 也是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方式，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晒太阳。选择呢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吧。这段时间刚才提到紫外线的这个数值是最充足，合成这个维生素 D 效率是最高的。